各位朋友，大家好。崇祯3年，也就是公元1630年的9月22日，崇祯皇帝判处袁崇焕以折刑。折刑又叫凌迟，凌迟呢又通领迟。最早的意思呢是指着山坡的坡度一步一步的变缓。顾名思义，凌迟指的也就是用刀将人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这是一个残忍至极的刑罚。按照大明律法，只有犯了谋反之罪才会被处以折刑，而按照崇祯皇帝给袁崇焕定的罪名则是谋叛。谋反和谋叛一字之差，区别可很大呀。谋反指的是以下犯上，企图谋害自己的皇帝，而谋叛指的是里通外国。按照大明律法，谋叛应该被处以斩刑，也就是斩首。那袁崇焕明明犯的是谋叛之罪，怎么会领了谋反的刑罚呢？这个呢，在崇祯皇帝宣布罪行时说的也很清楚，是加等，就是按律袁崇焕本来是该被斩首的，但崇祯又给他加了一级，改为了折刑。不过按照崇祯皇帝自己的话说，他对袁崇焕的家属还算是网开一面。按律，袁崇焕的16岁以上的亲眷都应该被斩首，而崇祯呢，只判给他们赦2000里，算是留了一条命。不过即使这样，袁崇焕的夫人还是在途中自缢而亡。崇祯为什么这么恨袁崇焕呢？2年之前可不是这样。袁崇焕似乎看起来是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部信任，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即使是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崇祯皇帝也说可以。可怎么就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如此之大的反转呢？从极度的信任变成了极度的仇视，是袁崇焕的所作所为辜负了崇祯皇帝的信任，还是崇祯皇帝猜忌多疑的老毛病又犯了？或者还有什么更复杂的外部原因？再有，据石贵书记载，袁崇焕被施行的时候，京城的百姓可以说是群情汹涌，他们不惜将自己辛苦存下的钱来买袁崇焕身上被割下来的肉。那些百姓是啖之，时时地骂一声，须臾间崇焕肉悉数卖尽。这些百姓为什么这样恨袁崇焕？这到底又是谁之错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略显沉重的话题。袁崇焕之死不仅仅是袁崇焕的悲剧，也是崇祯的悲剧，更是大明王朝的悲剧。走到了现在这个境地，崇祯也好，袁崇焕也好，到底又历经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在历史上，崇祯皇帝与袁崇焕曾经有过3次亲密接触。第一次是发生在崇祯元年，这时候的崇祯皇帝刚刚清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可以说是志得意满。他这时候大量的启用了当年被魏忠贤贬斥的官员，而那时候辽东的局势吃紧，所以崇祯皇帝就点名让已经辞职回到广东的袁崇焕马上进京受命。在明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的官员在得到皇帝的任命的时候都要推却3次，说什么自己才疏学浅，难堪大任呢，让皇帝任选他人，这样推3次以后才算是正式赴任。其实皇帝也好，大臣也好，都知道这一套就是虚的，但即使是虚的，成了惯例，大家也都是习以为常。崇祯是非常迫切需要袁崇焕到任，所以他给袁崇焕的诏书说得非常明确，简单的说就是别玩这虚的，赶紧进京赴任。袁崇焕之所以辞职，是因为在取得了宁远和宁锦大捷以后，当时正是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所以与魏忠贤关系密切的人都得到了提升嘉奖，而此二战的首功之臣袁崇焕却只是官进一级。袁崇焕觉得不公，所以愤然辞职。从中也可以看到袁崇焕的性格。见到了袁崇焕以后，崇祯就问他关于辽东的解决方案。当时袁崇焕是这样说的，说臣受陛下特眷顾，加以变异计，5年全辽可复。崇祯听了是异常高兴，说如果真能办成的话，卿可是解了万民倒悬之苦，朕自然也不会吝啬封侯之赏。袁崇焕拜谢，然后呢，崇祯就休息了一会儿。袁崇焕旁边有一位大臣，当时是兵部的给事中，叫徐义清，他就问袁崇焕
说你说5年全了可复，可有什么依据吗？袁崇焕却说了为圣心意，意思呢就是说皇帝很着急，我这是让皇帝宽宽心。当时徐玉清就对袁崇焕正色道，说你真的太不了解我们这个皇帝了，他可是个认真的主，你说5年平辽，到时如果做不到的话，你该如何交代？这个时候袁崇焕好像突然意识到刚才自己一激动说的话有些大了，所以过了一会儿，等崇祯皇帝再回来的时候，袁崇焕的口风就有点变，他还是说5年可平辽，但是呢，要在各种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比如说兵权、财权、人事权，以及让崇祯皇帝充分信任他，不要听取那些御史们的进言。意思是这些条件如果都达到了，那么5年可平辽；如果达不到的话，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本来这些条件袁崇焕可能觉得崇祯不会答应，没想到崇祯皇帝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而且马上命令各部尚书就按袁崇焕说的办。袁崇焕还对崇祯皇帝说，他的平辽方案是守为正拙，攻为副拙，和为其拙。崇祯皇帝听了很高兴，说那就照此办理吧。袁崇焕说5年可平辽，这句话呢确实是有点大。大家想一想，在萨尔浒之战以后，后金与明的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后金转为了全面进攻，而明朝转入了全面防守。袁崇焕说守为正拙，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如果5年平辽是既定目标的话，那么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难道是守吗？不是应该是攻出去才能灭了后金吗？如果仅凭守的话，那只能期待着后金自生自灭。当然了，草原民族确实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国势可以呼啦啦的兴起，也可以稀里哗啦的坍塌。这其中可能是因为一场天灾，也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执政者突然死了，那么随之经常发生的领导权之争，也会导致草原民族的实力大减。像当年威胁中原政权的突厥就是这样。以守为主确实可以等到草原民族实力坍塌的那一天，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会在5年之内发生？如果没有这5年之约的话，袁崇焕可以踏踏实实的等着，但是现在有了5年这个目标，袁崇焕就等不起了。这就意味着他不得不要做出一些改变，以完成这一目标，而这些改变可能是有违于他的制敌方略的。再者说了，即使在这5年之内，后金因为内部的原因导致实力的削弱，但你怎么又能保证他们不会为了解决内部矛盾而转为一致对外呢？想当年努尔哈赤宣布了7大汉起兵讨明，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他对大明的仇恨已经是忍无可忍了，那不过是因为那是天聪2年，那时候草原遭了大灾，而草原民族一向的口号就是何以解忧，唯有分赃，所以就要到中原去抢，他们才能活得下去。崇祯皇帝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既定的目标和达成这个目标所行方略之间的矛盾之处，在这点上他还真不如他的哥哥天启皇帝。在天启6年的时候，那时候袁崇焕给天启皇帝朱由校上了一道奏折，说只要依靠关外的修城屯田，就能够让后金不战而降，说由此行之，奴而不降，必为臣诚擒矣。这要是换了崇祯皇帝，肯定会回复到听君一言，朕心大悦，你就照此办理吧，朕在京城就静候佳音了。可天启皇帝却不是这样回的。天启皇帝怎么说的呢？相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一行，但向后作何给受，使军民不相仿；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息借兵；作何更番，使营武皆农；作何将礼，足以献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府细心驱处具奏。这本内说，奴子不强，必定成擒。诸臣诸不乐闻，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大家看天启皇帝的回答，就是非常的冷静
理智。而臣子接到了这样的回复，就知道自己以前的言语是不是有些过头，而且也知道该怎样踏踏实实的进行。从这件事情上也能看出来，天启皇帝绝对是一个被低估的明朝皇帝。他绝不像有人传说的是个文盲，也不像被明史说的只贪恋做木匠活而忽视了朝政。一个对朝政没有深度思考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出以上的这些回答的。当然了，从这件事情上还能够看出来，袁崇焕性格上确实有这样一个弱点，就是一激动了就可能管不住自己的嘴，爱说大话。我们说袁崇焕是英雄，是大明帝国的脊梁，但也并不是说他是无懈可击的，他是完美的，他有他的弱点，而且他的弱点与他的优点一样，非常的明显。其实袁崇焕在这之前还说过一次大话，那是他刚调入兵部，突然有几天他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自己一人一骑去了辽东视察。回来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一人一骑就可以守住辽东。这话虽然也是句大话，但当时的人们都知道这不过是表决心的话而已，不用当真。类似这样的话毛文龙也曾经说过，当袁崇焕在皮岛的时候，毛文龙对袁崇焕说给我足够的粮饷，我就能够击败后金，就像烈火燎猪毛一样。所以由此我也相信毛文龙肯定知道努尔哈赤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野猪皮。第一次平台招对以后，袁崇焕得到了崇祯的绝对支持，但与此同时5年平辽这个承诺也如达摩克里斯利剑一样悬在了袁崇焕的头顶。崇祯2年，皇太极突然率领着数万后金部队从蒙古与明朝的交界地区喜峰口侵入了中原，兵锋直指北京。这里呢，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后金部队从中蒙边境进入了中原地区，那么到底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有人说那肯定是袁崇焕呀，他负责的就是辽东局势，对手就是后金，那后金来了，自然是应该他承担责任。但实际上我们查阅相关的史料可以发现，中蒙边界这一块的防御并不是袁崇焕的管辖范围。袁崇焕的职务是蓟辽都师，而负责防御中蒙边界区域的则是另外一名官员，职务叫蓟辽总督，他的名字叫刘策。蓟辽都师的职务是比蓟辽总督要稍高一级，但是呢，双方并没有隶属关系，基本上来说还是各防各的。袁崇焕负责的是山海关以东一直到锦州这一段的防御，而山海关以西一直到中蒙边界这一段的防御则主要由刘策来负责。有几个证据可以证明后金部队从中蒙进入中原并非是袁崇焕的责任。第一，袁崇焕在这之前曾经3次写奏章给崇祯皇帝，要他加强中蒙这一带的防御，希望他能加固城墙，多增派人手。但因为各种原因，崇祯皇帝并没有这样做。从这儿也能看出，这片区域一定是不在袁崇焕的辖区内。大家想啊，以袁崇焕的性格，如果是他辖区内的防守，他根本就没有必要3番5次的请示崇祯。该加固城墙他自己就加固了，该增添人手他自己也就增添了，这完全是在他便宜行事的范畴之内，不必请示。之所以请示，就是因为他预感到了后金部队有可能从这里突入中原，所以他就提醒崇祯皇帝，希望督促有关的官员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这已经是袁崇焕所能做的极限了。再有，袁崇焕在回援北京途中就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奏章，主要就是请罪，说自己指挥不力，引以为咎。崇祯皇帝特意回复说，责有分任，不必引咎，就是告诉袁崇焕，这事儿不是你的责任，不必引以为咎。而且崇祯皇帝还很快下旨撤了蓟辽总督刘策的职务，这也就表明是刘策要为这次的失守负责。袁崇焕率领着回援京师的部队，很快就在顺天府的蓟州设置了一道防线。顺天府的蓟州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袁崇焕知道这是皇太极的必由之路，而且按照皇太极以往的作战惯例，他通常都是要攻克途中遇到的重要关隘。
我想呢，这可能是有2个原因。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皇太极绕过这些重要的关隘、重要的城市而继续前行的话，那么他担心他的后路。其二呢，也是因为皇太极的补给线，大家知道游牧民族出外征战通常是没有什么后勤补给的，常用的办法就是走一路抢一路。所以皇太极也需要攻克这些重要的城镇，以便获取他们所需要的后勤补给。袁崇焕当然知道皇太极这个习惯，所以他就守在了冀州，希望将后金部队挡在冀州城外。同时他又写了奏章告诉崇祯，他绝不会放后金人越过冀州以西。但这次皇太极竟然是一反常态，他没有去攻打冀州，而只是派了一个小部队去骚扰，余下的大军继续向前，直奔京城而来。此时的袁崇焕面临着2种选择，一种是很多将士们建议的，就是在后面追赶清军，拖延他们进军的步伐。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袁崇焕认为的，应该率领部队轻车简行，不与后金人纠缠，绕道直接赶赴京城，在京城与后金部队决战。最后袁崇焕还是坚持了自己的主张，亲自率领5000关宁铁骑从另外一条道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京城。但没有想到袁崇焕的这个决定后来为他引来了天大的麻烦。咱们先来看看京城这边，自从后金部队破关而入，崇祯皇帝就算是彻底的慌了神。知道消息的当天，他就宣布北京城戒严。其实那时候距离后来后金人来到北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但因为太过恐慌，崇祯宣布当天就戒严了。按理来说，在后金人来之前，应该将城外的百姓转移到城内，将城外的粮食也转移到城内，然后再戒严。崇祯皇帝这么早就戒严，导致了有些粮草和百姓都在城外，这些人要么会被冻死，要么就会成了后金人的刀下之鬼。而那些城外的粮草也成了崇祯送给后金人的见面礼。崇祯皇帝的恐慌也带有强烈的传染性，影响了朝中的大臣。北京的刑部大牢居然逃跑了200多名犯人，崇祯很生气，于是将刑部尚书撤职。崇祯这时候好像才发现，原来北京的城墙也不太坚实，于是就将工部尚书撤职查办。兵部尚书竟然让满金人入了关，责无旁贷，所以兵部尚书王洽被撤职。继任的兵部尚书没干多久也被撤职了。所以在后金人没来之前，崇祯皇帝已经撤掉了4名尚书，这些都更加助长了城内的紧张气氛。而此时皇太极在进军途中就开始散布出了谣言，大意就是说袁崇焕跟我们是一伙的。这个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入了京城。而在京城之中散布这个谣言最起立的就是京城3营的那些士兵们。京城3大营的兵从来没有打过什么仗，他们知道打仗他们比不上关宁铁骑，所以他们就有点嫉妒，所以他们就更加卖力的去传播袁崇焕通敌的谣言。这些谣言一方面加强了城内的恐慌，一方面又让城中的百姓对袁崇焕是恨之入骨。他们责怪袁崇焕为什么将战火引到了他们的身边，战火不是应该烧在辽东吗？而袁崇焕率领着5000关宁铁骑突然出现在北京城外，这种行为更加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因为此次袁崇焕进入北京事先并没有得到旨意，人们搞不清楚袁崇焕带来的部队是来保卫京师的，还是袁崇焕已经投降了后金，他现在率领着等于是后金人的先头部队了。所有的这些谣言以及所有对袁崇焕不利的猜测，最终都汇集到了一个人的耳朵里，这个人就是崇祯皇帝。此时的崇祯皇帝知道袁崇焕已经来到了城外，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他这时候一定要表现出他对袁崇焕的绝对信任，于是他就召见了袁崇焕。这就是第2次崇祯皇帝与袁崇焕的亲密接触，这一次愈发的亲密，愈发的感人。袁崇焕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参见崇祯皇帝的，毕竟后金人出现在了北京城外，毕竟他之前还许诺过不让后金人越过冀州，所以袁崇焕已经准备好承受天子的龙威了。
但此时崇祯却丝毫没有责怪袁崇焕，对他秦王的行为大加安抚，大加赞扬，而且亲手剪下自己身上披的貂裘，披在了袁崇焕的身上。袁崇焕是感激涕零，拜伏于地。君臣和睦的这一幕的确是令人感动，但很快画风就有了一点变化。当袁崇焕提出自己所带的关宁铁骑已经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急行军，此时是人困马乏，希望能够皇帝准许他们进入瓮城休息，但崇祯皇帝明确拒绝了这一请求。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这才真正的反映了崇祯内心的真实想法。那是在刚刚上演的极度信任袁崇焕这场戏的剧目的后面，崇祯的真实想法，他已经开始怀疑袁崇焕的忠诚，他心中在疑虑着袁崇焕的部队到底是来擒王的，还是来骗城的。这就是崇祯与袁崇焕的第二次接触。与第一次接触相比，第一次崇祯皇帝对袁崇焕还是信任的，而到了第二次的时候，虽然表现出的是极度的信任，但实际上这种信任只是流于表面。崇祯的内心已经有了另外一番盘算，无奈之下，袁崇焕只好率领自己的5000关宁铁骑，加上后来又赶到战场的另外4000关宁军，总共9000多人的关宁铁骑就在北京的广渠门外与后金的数万大军展开了一番激战。关宁铁骑是袁崇焕镇守辽东以后一手打造的一支铁军。说起来，这也多亏当初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对他在钱粮方面的大力支持。这支关宁铁骑毫不夸张地说，是当时大明朝最精锐的部队，也是唯一在当时能够与后军部队一决高下的队伍。皇太极这次总共带了多少人马？史书上并没有明确写出，只说是数万之众，其中还包括一部分蒙古军队。有人说是10万人，我觉得这个数字稍微有点夸张，但2到3万肯定是有的。西汉的将军陈汤曾经说过，一汉当5胡，就是说一个汉兵能够抵得上5个匈奴兵。在那个时候，汉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是远远超过匈奴人的。这种差距不仅仅是在装备上、训练水平上，更重要的差距还是在勇气上。汉唐时期，人们普遍尚武，加入汉军的人都是良家子，这些人大部分身世清白，而且家产殷实。他们参军打仗更注重的是荣誉。明朝建国以后就实行军屯制，最后的结果是军人跟农民都分不出来了，所以这就更显得关宁铁骑的难能可贵。可以说，这是一支有着汉唐遗风的铁军。广渠门一战，明军背靠城墙，以寡敌众，最终是成功击退了后金部队。袁崇焕在这场战斗中是亲自督战，这时候他的督战可不是坐在中军大帐之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是在战场之中亲冒箭雨进行督战。在其中他身中数箭，好在是身披重甲，所以并没有受伤，但也发生了好几次险情。袁崇焕是个文官，身材也不高大，所以在战斗中是非常吃亏的。有一次，一个后金兵骑马冲了过来，照着袁崇焕的脑袋就是一刀。幸亏老袁的个子不高，所以在他的刀劈到老袁的脑袋之前，有一位明军士兵用刀隔住，袁崇焕才算是逃得一命。不然的话，他的身高可能就更矮了。那明军为什么要背靠城墙呢？这也是因为袁崇焕对后金部队战术非常的了解。后金人在作战中喜欢打运动战，特别擅长在大运动战中从后路包抄敌人。袁崇焕抵墙而战，就避免了自己的后面被包抄。刚才我们说过，袁崇焕对后金的作战战略是以守为主，守就需要一座城，还需要城中安置的大炮，这是明军的优势所在。袁崇焕在与后金的作战中，也一直想着如何发挥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他想在冀州设防，也是想依靠冀州的城墙，因为攻城永远是后金人的弱项。皇太极绕过冀州以后，袁崇焕没有在背后追赶，希望在平原旷野中阻滞后金部队，恐怕也是因为袁崇焕考虑到了在旷野中运动战中明军不占任何优势，以关宁铁骑的几千人马
面对具有优势兵力的后金兵更难有胜算。所以袁崇焕考虑绕道先到北京，希望在进了北京城以后，以城墙为依托，再与后金作战。这等于是发挥了明军的优势。这些呢，都是袁崇焕从军事角度来考虑，但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方面。当后金部队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造成的震动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军事范畴了，而后面可能发生的事情就远不是军事统帅袁都师能够控制得了的了。后金兵进逼北京，首先祸害的就是北京城外的那些庄稼田园，而那些土地田园大部分都是北京城内的官员太监们的房产。看到自己的田园被后金人劫掠一空，那些官员太监们最恨的并不是后金人，而是让后金人越过了冀州的袁崇焕。再加上皇太极刻意散布的谣言，这样京城内外从上到下对袁崇焕都是心怀怨恨。这些怨言当然也都通通灌进了崇祯皇帝的耳朵里。偏偏在此时，在袁崇焕第二次见崇祯皇帝的时候，提出了要让军队去瓮城休息，这更增加了崇祯对袁崇焕的猜疑。他可能在想，袁崇焕这是要带兵进城啊，他进城以后的目的是城外的后金兵，还是我城内的皇宫呢？而此时又有2位从后金部队中逃回来的太监向崇祯皇帝禀报了他们听到的一个惊天的秘密，是袁崇焕早就与皇太极勾结。皇太极此次退兵本来是跟袁崇焕商量好的，就是等到一切时机成熟，袁崇焕献城，这样大明可图也。其实这实际上是皇太极施的反间计。关于反间计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反间计在正史中是记载于明史，所以有些人认为这是清人所编的明史为清朝的皇太极脸上贴金，故意编出的这么一个反间计。实际上这是不存在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反间计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不仅仅是见于清人所著的明史，还见于朝鲜实录以及明朝的一些野史。清人可以编这么一个故事为他们的老祖宗脸上贴金，但是朝鲜人和明朝人不会这么做，所以反间计很可能有，但实际效果如何，这就很难说了。崇祯皇帝真的就仅仅因为反间计而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吗？这恐怕只有崇祯自己知道了。所以在广渠门以及以后的左安门战役的硝烟未尽之时，崇祯就将袁崇焕招入了皇宫，说要与他议饷。等袁崇焕风尘仆仆地进入皇宫以后，崇祯皇帝就大声地质问他：你当初为什么杀毛文龙？你为什么卖粮食给蒙古人资敌？为什么满贵将军身上所中的箭上有你袁崇焕部队的标号？袁崇焕突遭喝问，一时不知怎么样作答。崇祯皇帝二话不说，就命令身旁的锦衣卫将袁崇焕绑缚了起来，随即将袁崇焕下了大狱，又在城楼之上对刚刚击退了后金部队的关宁铁骑的将士们说，袁崇焕身犯大罪，已经下了诏狱。当时军中的副将祖大寿一怒之下，就率领着关宁铁骑的所有人马离开了北京城，回师山海关。而此时已经被击退的后金部队知道袁崇焕被逮，他们又杀了回来。这时候紧张的就是崇祯了，他急发了几份诏书，让祖大寿带兵回援，但祖大寿是置之不理。后来无奈之下，崇祯只好让他手下的大臣们一起去做袁崇焕的工作，让袁崇焕召回祖大寿和关宁铁骑。袁崇焕修书一封，命人快马加鞭送给了祖大寿。祖大寿读信以后是伏地大哭。这时候祖大寿的母亲就劝他说，你现在不应该回山海关，你应该杀敌立功，为袁都师赎罪。祖大寿听从了母亲的劝告，率兵收服了永平和遵化。崇祯虽然对祖大寿是大加赏赐，但他心里恐怕是很不舒服，毕竟他连发几道圣旨，祖大寿都可以不听，而袁崇焕区区一封信，祖大寿招之即来。所以这时候袁崇焕到底是不是通敌卖国已经并不重要了。
袁崇焕麾下的关宁铁骑已经深深地刻上了那个袁字，这恐怕才是崇祯皇帝最担心的。差不多8个月以后，崇祯皇帝宣布折杀袁崇焕。那为什么要经历8个月的时间呢？其实在这8个月里头，朝堂内部可是风起云涌。当时的朝臣温体仁、梁廷柱希望借助袁崇焕这件事情扳倒当时的首辅乾隆熙，他们一口咬定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得到了乾隆熙的首肯。乾隆熙是一口否认，袁崇焕也将杀毛文龙的事情全部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说与乾隆熙无关，是他自己做的主。双方你来我往，一直是争执不下。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同乡，一直是毛文龙在朝中的靠山。温体仁同时也是阉党的余孽，在明史中，温体仁被列入了奸臣传。到了最后，崇祯皇帝还是相信了温体仁的一番话，相信了乾隆熙与袁崇焕是同党，这就算触动了崇祯身上的那块逆鳞。朝中的首辅与边关大帅联合，这对于崇祯皇帝来说比后金人还可怕，所以崇祯在恼羞成怒之下，就下令对袁崇焕施以折刑，算是罪加一等。袁崇焕被行刑的那一天，通往刑场的道路两旁挤满了人，据说有上万之众。这些人并不是来为袁将军送行的，他们有的是想骂袁崇焕几声，有的是想往他身上吐口水，有的甚至是拿着家中仅有的几钱银子，希望能够买袁崇焕的几块肉，然后生啖之。据野史记载，袁崇焕被割了3000多刀，在整个过程中他一声不吭，但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面对着那些凶猛的、愤怒的、想生食其肉的老百姓们，袁崇焕可以说是哀莫大于心死。这或许对他也是一件好事，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在行刑过程中一声不吭，因为他的心死了。心理学家曾经定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叫群众，应该叫群盲。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大恶之人，他们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有时候他们却可以为了一点点的小便宜，或者是盲目的从众，而最终这些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则是毁灭性的。而当社会开始反思，想追讨这些人的罪行的时候，你却发现没有人会承担罪行，并没有什么罪魁祸首，每个人只是犯了一点点的小错，但这些小错凝聚在一起，对社会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我们国人相信的法不责众，恐怕也是基于这个思路吧。或许他们在做错事的过程中也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可以是雪亮的，但前提是群众的眼睛必须能够看到事情的全貌，群众的耳朵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群众的心能够感受到不同的情绪，在这时候眼睛才能够是雪亮的。如果眼睛已经被蒙上了，那还谈什么雪亮？因为看到的只能是一个颜色。这样的悲剧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也发生在世界历史上，不仅仅发生在古代，也发生在现代，甚至是未来。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欢袁崇焕，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汉奸、卖国贼。但我想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是要从史料出发。据我所知，没有一位历史学界的学者、专家认为袁崇焕是汉奸、是卖国贼。而这些学者或者是历史学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都是熟读史料的，从现存的史料中得不出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结论。而这种结论我们在网络上倒是随处可见。有人不喜欢袁崇焕，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袁崇焕是被乾隆皇帝平反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清朝，不喜欢乾隆，所以也就自然不喜欢袁崇焕。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首先，袁崇焕并不是乾隆平反的，在这之前的南明已经为袁崇焕追加了谥号湘闽。湘是一个美氏，辟土有功曰湘，甲胄有劳曰湘，因事有功曰湘。大家知道的，唐朝凌烟阁24功臣，他们大部分的谥号中都带有湘字。闽里面更多的是同情的意思。时国有难曰闽，是一个平氏。可以说在南明的时候，袁崇焕已经被平反了。
乾隆只是夸奖了袁崇焕忠于职守，并没有为袁崇焕追加任何的谥号，而相反，乾隆皇帝却对熊廷弼、孙承宗等追加了谥号。那难道熊廷弼、孙承宗也是汉奸卖国贼吗？此外，乾隆还命人编订了一部名册，名曰《钦定圣朝训节忠臣录》，里面有史可法、刘宗周这样的忠臣义士。那如果乾隆皇帝喜欢呢，我们就要恨之的话，那史可法是不是也成了汉奸了？关于我对清朝的态度，熟悉我的观众朋友一定非常了解。我不喜欢清朝，更不喜欢乾隆，但我觉得这不应该影响根据史料对一个历史人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袁崇焕肯定不是完美的，他身上的毛病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他刚愎自用，轻率急躁，有时候一兴奋了还爱说一些大话，这些性格可以说最终也酿成了他个人的悲剧。但同时，这个性格也可能是成就了他。在明朝末年，当面临那种复杂恶劣的环境中，也许只有像袁崇焕的人才能够建立奇功。袁崇焕曾经在给天启皇帝的奏书中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是这样说的：勇猛屠敌，敌必仇；奋训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招怨，蒙罪实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住；罪不大，则功不成。或许袁崇焕也预感到，他的这种行为处事的方法，迟早会给他带来灾难。但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就像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伤敌，也能伤己。但那又能怎么办呢？既然是长剑在手，又面临着强敌环伺，必当义不容辞。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